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由 CCS Toys 公司出品的这一款究极断空我这一款也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一款机型因为我个人之前小时候就一直喜欢玩激战这台机体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它这个包装非常大，然后这边呢还有额外的这个配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包装这次不像往常的 CCS 的一个包装它这次上面还有一个提拉的一个小东西这样还让你方便这个拿取，非常非常重这一套它外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牛皮纸运输箱，这一个重量的话运费一般都要在40-50非常贵。它的外包装的话还是采用着传统的 CCS 的一个包装这边依然是一个勾线的主体样式，非常好看很帅。其他看一下底部底部的话就有它的这个产品名称还有一些取出的一些电池的一个方式。背部的话就是它的名字，也是铁破系列这里面叮叮当当东西还挺多感觉。好，现在我们就话不多说，来拆开瞧一瞧配件我们先晚点拆先把主体的这个盒给拆开来。它应该是从顶部这边会有一个封条如果你是新买的话要注意一下，慢慢把它抽开。CCS 的东西我一直认为怎么说呢，做的真的是很细节，每样东西都还是做的挺不错的。价格的话呢，除了最早期的一些确实比较贵后续的话都还行好，我们抽开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打开还是一样传统的一个封绘纸哇，很帅好，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配件什么的了首先这一层地台跟手型哇很重还有一些配件。下方说明书然后就是主体了，再下面应该是没有了，一共就3盒哇，这武器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包的配件这个应该是一个因为它纸上说明呢，这边看一下还有这个电池的这个类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是个小灯赠送的一个小灯，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个什么发光地台这个我们到后面再看。包装还挺精致的这是铁破系列的5周年。OK， 包装方面就这个样子了。现在我们就把主体拿出来看一下本次的究极断空我主体究竟细节如何。OK， 本次我们主体就已经拿出来了它实际上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光的不行，啥都没有。我耗费了1个多小时才把它全部安装上去，而且这个重量非常重，是我把玩到现在 CCS 所有作品里面最重的，而且它现在还没有加上那个飞行背包，整体的这个重量很夸张。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这些细节我个人觉得这一个拼装的过程很费劲，特别是裙甲还有这一块地方一些配件安装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大力，而且你安装上去了以后，你最后想回合再拆掉的话很难而且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我向各位说的就是很多这种尖的地方，头部包括肩部，然后手臂这一个部分，包括腿甲这里的这些细节都很脆，
千万不要安装的时候啊，用力过猛，真的很容易断，特别是头这里，而且这些开模都非常的尖锐啊，这些塑料很薄啊，万一弄坏的话，真的很麻烦啊。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啊，我个人觉得它 CCS 这次做的一些还原度，我还是觉得非常高的，特别是胸部跟头部这一段。那我个人觉得做的都非常好，而且整体的这些配件跟装甲装上去了以后，真的这个霸气程度啊，非常高啊。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看一下它的腿部的一些细节，整个的合金成分非常足啊，非常足。然后大概解析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胸甲部分啊，这些全都是自己要一点点去安装的。然后这一块它采用的是一个磁吸的部分啊，所以安装起来也不是很费劲。当中这一个呢是一个卡槽式的啊，不是磁吸啊，所以要自己去安装。然后整个胸甲部分啊，我们也可以给它拆下来看一下卡扣的方式啊，这两个角也是后期安装的，塑料的，空心很薄啊，所以安装的时候要非常当心。它也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胸部涂装我也觉得做的挺不错的，它没有那种涂的溢出来啊或者渗线的这个部分完全没有。好，然后手臂的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夸张啊。首先它这一端是有一个可动的细节，然后爪子你还可以单独给它往下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还可以单独往下延伸啊。然后这一段的话也是比较薄啊，所以要当心。而且它身上大面积的这些啊配件，导致呢就是可动的时候啊，你必须要稍微去调整一下，不然第一它很容易蹭到，第二啊很容易断。包括腿部可以看到，我们把手往下压的时候啊，腿部的这些细节的话，如果你不去调整的话，很容易卡到一个手型上面。这两端的话是滑槽形式的啊，里面可以安装电池 ，CCS 也是给到你电池去点亮啊，这次不用单独去买啊。安装方式的话，按照说明书上来很方便。然后本次的这个头雕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它非常还原的一点呢，它是给到了另外两个面罩啊，面部表情都可以去替换，但是插拔很麻烦。第一，可以看到啊，侧面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头部很尖锐，顶部也很脆，背后也有两根非常脆的一个地方，所以拔的时候要非常当心啊，尽量不要去捏到这些长的地方，导致折断。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部，首先背部在没有安装背包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当中的腰部一些金属细节涂装都是涂的挺不错的，前裙甲、侧裙甲跟后裙甲都是有一定的可动。然后看一下腿部这里，关节都是一个合金材料，然后它也有一些液压感的一些基础的涂装啊。腿往下，脚部这里是我个人最喜欢这个涂装啊，喷气口涂装都非常不错，底部这两个也可以去联动。这一方面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联动的方式了，只有腿甲这里稍微有一些可动。好，然后到了正面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脚部这两个是单独可以拆卸的啊，出厂的时候这是没有的，需要你自己去安装啊。这两个还是腿脚这里的还是比较容易安装的，侧面。然后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两边侧裙甲这里，我们可以去打开以后，会有两个配件，这两个配件也是单独的，你需要去装进去的啊，往下一拉又可以关上，两个小配件。这一端它这个也有一定的可动啊，是一个龙头。侧面我们来看一下，嘴巴是没办法去给它张开，然后再给它还原，都是可以的。这个东西就是把玩起来非常费劲。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础可动，
首先头部可动转的话呢，但一看就知道这两边的干涉的原因，所以你头部的可动非常的局限，左右就这么一点点抬头也不多，低头几乎是没有就是只能做一点普通的一些动作。肩胛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把胸甲给拆掉，肩胛也是后装的一个球形关节的一个肩胛，很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合金细节把玩这当心。然后手臂抬举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以这里的为例，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关节而且非常紧，不容易掉。前倾也有一定的空间，但幅度不是很大，丢丢往后拉也可以。手肘部分两段式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要这样的一个位置。把玩这个真的是一身汗的，小臂跟大臂都是有一定的旋转空间。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胸腰可动，在没有装飞行背包的一些情况下，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左右往后仰，幅度也有一点点，弯腰差不多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不多侧还是可以的，有一定的空间，左右侧腰都是有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腿部的关节首先前裙甲的话，因为有这一个龙头的干涉所以它没有办法展得很开，所以说前期的幅度不会特别大，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你基本上也不会抬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吧？然后给它还原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膝盖部分，它全都是有联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先从背后非常硬，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折成90度都不到，这些地方全都是有联动，很细节脚的部分脚掌因为是可拆卸的，所以联动也有一点，左右幅度不是特别大，一点点，前后脚也有我们看一下劈叉的范围在你没有去装这些侧裙甲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到90度的。现在这个抬举的幅度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它亮灯的地方实际上挺多的，只是我现在电池没有安装上去。好，然后我们再把胸甲也装上去。高度不高我们稍后看配件，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整体的重量因为它实际上很多的东西都安装上去了以后配件没啥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先拿出来一件背包，好家伙，这个飞行背包我们可以看到比主体还要大，这些全都是后装上去的。我们先仔细看一下它的一些涂装细节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可动空间这里是安装电池，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电池仓整体塑料的一个材质，但是质感还是挺不错的，包括这些地方都是拆卸的都是可拆卸的。再看一下背部这些地方都是有可动包括这里这些地方也是可以拆卸，但这个大上方的这一端是没办法去可动的。然后它通过背后的一个滑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个滑槽，对准了以后往下但是扣上去了以后它整体的这个重量很重，在没有支架的情况下，你得稍微的给它摆一摆
啊，不然的话很容易倒，很沉。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重啊，这非常夸张，完全是一个，我粗略估计有个10多斤应该是有的啊。用手来掂量一下，健身利器啊，在你稍微调整了一个站姿了以后，基本上是不会倒啊。看我现在没有放支架的情况下，整体效果确实很唬人，非常大，像之前黑盖塔一样啊，比黑盖塔稍微小了一点，黑盖塔那个翅膀非常大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其他一些配件，我就不直接转了。首先啊，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手型啊，是双手握剑啊，然后一个造型手啊，造型手这些全都很尖锐啊，千万把玩的时候当心啊，或者不要掉在地上会断啊。然后也是一个单手握持手型，造型手一个啊，又是一个握持手，然后一对全可动手啊，这样可动手我觉得啊有没有无所谓啊，对吧？还行啊，又是一个握持的一个手型。好，然后就是2个面雕，替换的一个面雕，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是平静的一个脸型，每次替换你还得把头雕给取下来啊。好，一个愤怒张嘴的一个表情，圆主体上可以看到这个表情。好，然后另外一个配件就是非常唬人的，它的武器非常非常高啊，比它主体还要高，而且它还有个可动机构，哎，这拉长了以后更高啊。虽然说一个塑料，但是因为长度的关系，它还是有一点点小重量，非常大这一把配件啊。涂装的话呢，中规中矩。好，然后附带的这个电池啊，这次也是有给到你，不用单独的去购买啊。然后这一盒配件里面还有2个小支架。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传统的经典时尚小垃圾地台，这么小的一个，没有任何的特色。然后2根金属的支撑棒，一个支架。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保修卡啊，这里有一张主体的一个造型。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说明书啊。首先说明书的话呢，实际上东西不多啊。首先看一下这个地台的安装在最后面啊，有一些注意事项。它是整个拉长的，首先配件的一个展示，对吧？断空间啊，还有地台，然后就是拼装的一个过程。这个拼装过程真的地狱级难度啊，对我来说很麻烦，因为太重，而且很多地方呢都很尖很脆，我就怕折断，所以把玩的时候非常费劲啊。这边其他的一些配件安装啊，最后这边就是灯，所有的一些点亮结构的一些安装电池的提示啊。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武器还可以去组装别的东西，非常非常大可以做的。然后单独武器也是给到了那个小支架，刚刚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小支架单手也可以握持，双手也行啊。然后整体的一些小可动啊，给你展示了一下。OK， 说明书就这么一点。实际上它的配件啊几乎没啥，除了替换手型跟这一把武器，然后就是一个面雕，整体的这个效果实际上挺唬人的。现在二级市场应该是1400左右吧，我觉得啊，这个堆量啊，这个合金程度这么大，确实性价比来说，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CCS 的东西，我个人一直认为是，怎么说呢，价廉物美吧，可以说这样来形容啊。相对来其他
一些比较高额的万代的一些的话，这个纯合金东西又多，可动也不错啊。就是唯一的一些缺点呢，就是安装起来非常费劲啊，然后很多地方比较脆，把玩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其他没什么问题，对吧？然后安装上了以后，我们再来看，最后看一下它的背部啊，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呈现。这两个东西啊，实际上可以去拆下来以后呢，去合在它这个弹弓键上，可以让你的武器更加大一点，好吧？太容易倒了这个东西啊，个人建议还是你去摆 pose 还是放在展示柜里面站尸啊，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你去用支架去撑住，不然的话真的很麻烦，好吧 ？OK， 今天的这个开箱把玩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啊。整体效果，我觉得 CCS 的东西我一直是感觉不错的，所以它的分数一直在我内心啊都是8分左右的一个作品，又大又唬人啊，就是太冲了，对吧？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下期开箱再见，拜拜。